好，我是糯米。我们现在正在前往清水寺跟八坂塔的路上。由于我们昨天早上也是一样4点多起床，然后我们就搭车去桃园机场啊，然后我在飞机上还在画画啊，然后都没有休息到，所以我昨天一躺下来，我就睡死到8点了。那没关系。 今天呢，因为是礼拜一的关系，我会觉得观光景点应该不会那么多人吧？我不知道，应该吧？对，应该吧。那一路走过来啊，我有发现到，其实京都街景真的蛮多地方可以画的，但是我们还是先集中在大家都知道的观光景点上面。好，就先这样咯。 好，那我们现在啊，花了一点点的时间，终于走到了八坂塔。那这个地方呢，就是我们要画的地点。这次我们在八坂塔前的自动贩卖机旁边画画，我自己有准备小椅子，这样就可以不用一屁股坐在地板上了。架好拍摄设备之后，拿出铅笔开始打稿吧。首先，我们先抓住视平线跟消失点。 在户外速写的时候，我习惯铅笔稿越简单越好。只要抓到透视点跟视线高度之后呢，就可以拿出我们的带针笔来画正稿了啦。我好想要重画。为什么？ 因为我觉得我画到现在线条比较奔放一点，我也觉得比较好看。前面的线条有点太拘谨，会觉得眼前的场景太漂亮。我想要全部的东西都挤在一起，都画得很细，但是这会导致说我的线条不够好看，不够奔放。所以我今天打算重新再来画一张。那这次呢，我想要加快我的速度。发现线条很母汤的状态下。 我立刻重新画了一张，打稿的步骤啊跟上一张相同，只不过这次我先画边边，让我的手啊先暖暖身子。在街头写生不是要一笔一笔的把眼前的场景全部刻画进去啊，而是啊要用黑白跟线条来掌握画面的氛围。 像是八坂塔的屋檐下方的影子啊，在整个画面就特别的重要呀。即便我肉眼啊看得十分清楚，还是必须要省略掉以整体的画面的虚实为主啊。刚刚我已经花一段时间完成了这一张作品，那可以比较一下吧。但是我觉得要重画的作品，我画的很崩溃，因为眼前的场景太漂亮了，所以会导致说我怎么样画都画不赢眼前的场景，所以我干脆说我画我自己的就好啦。虽然拿进去看的话，看不清楚画到底是什么东西，但是你看整体的画面，明显的好看非常的多。其实我也有带 iPad 出来，到底用 iPad 来画会画的好看，还是画的落塞呢？那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嘛。打开 iPad 要画画，马上发现了一个大问题啊，就是啊，在晴天的状态下 ，iPad 的显色会有非常大的偏差，所以看起来会暗非常的多呀。不过都没有在白天的时候拿 iPad 在户外画过，先完成看看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，我们再跟大家分享。这一次除了快速打稿之外，我自己上色都喜欢先从深色开始上色，把一个区域的剪影先画出来之后，接着在这个区域上面上色。从纸笔画到 iPad 的时间也过了2个小时，在这个街道上也越来越热闹，开始有许多观光客走这条道路前往前方的观光景点。当然啦，
也包含着要去上班的人。哦，狗狗好可爱哟！那狗是不是要在你旁边尿尿？太好笑了！他把我当电线杆，把我当电线杆。作为一个艺术家，在画街景的数学家，被当成电线杆，大型霸凌现场啊！在画面的左边也用相同的方式剪影完毕之后再上色。我习惯的是在选择使用色彩的时候，选择比较不鲜艳的颜色会比较好，因为越不鲜艳的颜色越容易和谐啊。即便呢当下颜色是看不太清楚的，我依旧可以透过左下角的检色器，大概知道是哪一种颜色。这就是练习的过程中培养出来的招式啦。画主角八板塔也是先剪影再上色。画完的主角之后，画图的时间也就接近了尾声了。最后，我们在画面上加上人物，整体看起来完整度就高了许多呀。完成了，这是我第一次拿 iPad 在路边画画呢。这样的速度跟品质，我还蛮满意的呢。其实画起来蛮过瘾的。那我觉得今天这样的一个成果非常漂亮的一个原因，主要是阴天，其实不热，非常的舒服。iPad 画面我自己肉眼上面看，会看得比较清楚一点点，才能让我比较心平气和的在户外用 iPad 写生画画。真的很想在京都的四处继续画画，不过我觉得我老婆快受不了了。对呀，你在累什么？我很累你在累什么？画图的是我呢。我还没有吃早餐。那各位喜欢哪一张呢？记得在底下留言跟我讲。今天的京都速写旅程大概就是这样了吧？我要去跟我太太 happy 咯。我是诺云，大家拜拜。